布尔什维克的3个制度基因里，中国跟他有2个是一起的，只有1个中国没有。就是大家都把蔡元培当成一个简单的医学者，完全搞错。蔡元培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者，同时蔡元培就是这秘密组织里面的这个头目，所以他是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的。跟共产国际关系最紧密的人之一就是李大钊嘛，李大钊就有大量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就是转达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要在这个秘密社会里来发展。那好，现在回到中国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苏联10月革命之后，这个立刻就建共产国际，立刻就在这个世界各地推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中国根本就不是它的主要对象，中国只是它的边缘对象。这个边缘对象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跟俄国这个边界接壤特别多，为了它的安全，它也需要这边，就是不要把这边变成了他的敌人呢，去攻打他去。比如说过去俄国人跟日本人打仗，那么他跟日本人打仗怎么牵制日本呢？你就得想办法被中国搞定了，你才能牵制日本。所以根本就不是他的主要对象，就是他的第1号主要对象是德国，第2号主要对象是围绕德国的那些中欧国家，其中比如说匈牙利啊、捷克斯洛伐克啊，就是这些是他真正的这个对象。那么英国都比中国重要，他只是呢，英国他觉得他搞不动，他觉得能搞定的应该是德国。然后呢，他这个除了中国以外，他也在蒙古也都弄，就是四处都弄。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你看啊，第一，中国人先知道的是宪政，然后中国人原本几乎不知道布尔什维克，这个实际上原来就是根本不知道，然后直到了19年、20年，就是极少的人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能在中国发展这么快。第二，共产国际根本就没拿中国作为它的重点，重点不在中国，那别地儿都失败了，为什么偏到中国就赢了？这些东西，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能解释，这不是偶然的，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其实如果偶然的，中国为什么不偶然变成民主了呢？对呀。如果偶然的，为什么德国不偶然的变成共产党国家呢？就是这么大的努力在那儿，他为什么不偶然呢？对吧？所以这东西不是偶然的。那下边我的解释就是，就是布尔什维克的3个制度基因里，中国跟他有2个是一起的，只有1个中国没有，就是东正教。没有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外边来帮的。就是你如果什么都没有，谁也帮不了。你只缺一个，3个里缺一个，这个可以帮。而且不但这3个里头那俩跟他是在一起呢，那俩都比他还强，比他强多了。比如说沙俄的帝制跟中华帝制比，中华帝制是远远超过他，就是从这个接近极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追那个俄国的历史，实际上这个沙俄帝制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结构的建立，也就700年，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蒙古学去的。蒙古当时就是蒙古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他，所以中国的那个元朝是蒙古的4个汗国之一，4个汗国的其中1个是他金帐汗国，一个就是元朝，那就是一个汗国而已。然后呢，是当时的蒙古帝国从元朝调了技术官僚去金帐汗国，就是俄罗斯，就是去金帐汗国帮助他们建立他的这个行政体制。其中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他们根本就不会，完全靠的是元朝去的人讲汉语的，去那儿给他们做人口普查，由这个还引起来了他们的这个内部打仗，因为他们的这个蒙古人在那边的统治，金帐汗国的统治，因为蒙古人认为这个金帐汗国太穷太土，就是蒙古人只重视2个地儿，一个是波斯，就是伊朗那个地儿，那是他占了；一个就是元朝，这俩地儿富，
说这俩地儿是弄钱的地儿，那个这个金帐汗国就是俄罗斯那地儿太土，啥也没有，所以呢，蒙古人就懒得统治，懒得直接统治，所以蒙古人说你们来统治，你们自个儿统治，然后你服我，你不服我杀了你。所以呢，蒙古人就雇了他们这个俄国的贵族替他统治，就是本来呢这地儿是他们俄国贵族的地儿，然后现在蒙古人说那不是你的了啊，那是我的，你帮我统治。你帮我统治呢，我别的啥都不要，每年给我交钱，就是交税啊，你不交税我杀了你。然后呢，这些贵族就是老老实实的替他们这个征税，然后呢，最后蒙古人发现呢，征税是元朝最会征，这个俄国人这块弄的都不对，所以就从元朝调来这些技术官僚啊，说要在他们这儿按照那个元朝人弄，因为元朝其实呢是蒙古人直接统治，但实际上地方上都是汉人统治，所以他想在那儿仿制元朝造一个。然后这个中国的技术官僚去了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做人口普查，这些贵族立刻就发现这侵犯他权利了，所以就有一些俄国贵族就抵抗，他抵抗，然后这个蒙古人就是说，那你混蛋，你抵抗，所以我让这个不抵抗的人去消灭你，所以就这样就把一部分的贵族就给灭了，就是纯是因为从元朝来了人就给他做这个人口普查，引起来他们自个儿内部就把一部分的贵族给灭了，所以呢，所有的贵族都得按元朝的法儿给我做人口普查，然后呢交人头税，就是按这个元朝的法儿弄。那么就是一步一步就把它变成了像元朝的那个法儿来统治。所以经过了100多年、200年的这个蒙古人的统治，就把它政治结构上就变成了沙俄，就变成了这个元朝的这个蒙古人的法儿了，实际上是跟中国学的。所以就是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基因原本压根儿那个一部分的基因的那个成分从根儿上从中国来，对，它这个俄国的这个制度基因的根子上是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最早这个 Viking 统治的斯拉夫人留下来的一些习俗，一部分元朝弄来的，一部分拜占庭弄过来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蒙古人统治的末期，拜占庭帝国要垮了，然后呢是由这个就是安排的一个婚姻呢，就是把这个拜占庭帝国的这个皇帝的这个侄女嫁给了这个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然后呢，这个嫁过去的时候呢，因为马上拜占庭就要被这个土耳其人给干掉了，所以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搬走了，连国徽带国旗。所以为什么俄国人的国旗是双头鹰？那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旗，国徽，就是双头鹰，那个一切都从拜占庭搬过来，然后就把，因为拜占庭原来叫第2罗马，就管莫斯科叫第3罗马，所以就是这个东正教的首都从拜占庭移到了莫斯科，但是实际上莫斯科的人都是文盲的，就从此这东正教一蹶不振，就是本来东正教是很有学问的，是啊，然后搬到那儿去了，就没了。好，那就是中国第2个原因。对，这个共产国际呢，就变成了东正教的传教主了，就是传的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共产极权主义、共产极权主义，对，共产极权主义就是靠共产国际到中国去传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相当盲目的一种信仰。那这个秘密恐怖组织呢，在中国的社会，这根源可深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有文字记载的内容，至少追到宋朝，而且这是连的，并不是说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就是你朝代有多少个，但是这个秘密组织
是连贯的。这个其中连贯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白莲教，就是一直能追到宋朝去。然后这个白莲教呢，当然它的背后，有这个外来，就宗教全是外来的，有这个外来的宗教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就是这个组织方式都是中国自己内部弄的。然后呢，尤其是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秘密组织非常的发达。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无论是这个辛亥革命也好啊，什么都是靠的这。第一呢，就是孙中山组织的就是这；第二呢，就是孙中山的所有的组织，在他起步的时候，都是直接在恐怖秘密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直接在那上建立的，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同盟会，所谓的同盟会原本是好几个组织合并出来的，每一个组织都分别是在某个当地的秘密组织里那个为基础弄出来的。孙中山自己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就是从红会出来的。那么他在红会，他在香港被那个红会封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的那都是黑帮嘛，那么黑帮的那地位的名字叫红棍，大棍子的棍，所以后来叫党棍呢，就从这儿来的。党棍本来不是个坏词儿，红棍是好词儿，拿了大棍子，这权力大，还不是一般人能当这个党棍。当然，他是非常高的地位，他叫红棍，红会那个红，洪水的洪，红棍。对，这个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同盟会合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很大一个部分是江浙一带的。就是江浙一带一直是国民党里的这个骨干嘛。那么江浙一带根本就不是孙中山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是广东过来的。那么江浙一带就是陶成章嘛。然后陶成章那是这个虽然他是留日的。还有这个蔡元培，他们都是留日的，他们是学生，就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搞武装呢？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在江浙一带找的这些，就是哥老会啊、青红帮啊，就都是他们弄的。就是他们在江浙一带，他把江浙一带的这些秘密组织全部串在一起了，然后给了他们一个这个革命理念，跟着我们这个。而他当时的这个革命，就是为什么这个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实际上很少讲共和，更少讲宪政，远没讲的更多的是这个排满。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力量靠的这，就是你怎么能动员这些土匪，怎么动员这些黑帮、黑社会？你就说我要排满人了，我们汉人要掌权了。你跟着我干，你就是将来大将军，那这土匪就干了。你又把民国的人都得罪了。所以你看他这个秘密组织搞在一起，所以他这个秘密组织内部就会有大量的这个完全就是这种传统的秘密恐怖组织自己相互之间的内斗，完全连包括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蒋介石这个奉这个陈其美的命令刺杀陶成章。那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就是因为陶成章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并不比孙中山低多少。原因很简单，因为江浙一带的这么大的力量是他们来的。然后他那个组织，他跟蔡元培两个人是共同负责的，就是大家都把蔡元培当成一个简单的医学者，完全搞错。蔡元培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者，同时蔡元培就是这秘密组织里面的这个头目，所以他是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的，这个包括军事权力这里面。那么陶成章居然敢挑衅孙中山，他挑衅的原因就是关于内部的这个物资的分配，因为这个出去募捐是真正的孙中山的能力，真正的军事力量根本也不是孙中山的。那么既然军事力量的主体是江浙一带的，那么他应该获得，你出去募捐嘛，你募捐的钱来的这个力量应该分配给我们，经费咱们大家应该一块用嘛。然后他说这个
孙中山私自挪用这个募捐来的公款，那这了得了，就把他杀了。然后这个蒋介石后来在自个儿日记里就说，他真正获得孙中山的这个信任，就是因为他胆敢出手刺杀他的对手。他说我一点不不后悔，我干了这么壮烈的一件事儿，是因为干了这么壮烈的事儿，我就获得了孙中山完全的信任了。这就是一例啊，就是他们这些组织是干什么的。然后呢，共产国际来到这个建立这个中共以后呢，共产国际立即就发布的就是命令，就是要中共这个集中力量在这个秘密社会上，从那里头直接这个建立军事力量。然后这个秘密社会，这共产国际都连名字都点出来，就是哪些，就是红会啊、哥老会啊、红墙会啊、大刀会啊，就是名字都点出来，都给我做这个。然后这个其中这个当时共产国际跟共产国际关系最紧密的人之一就是李大钊嘛。李大钊就有大量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就是转达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要在这个秘密社会里来发展。那么这个是就是共产国际的命令的那一部分。那么实质上呢，那么就是首先井冈山基地就是哥老会建立的，根本不是中共建立的，是哥老会的这个袁文才和这个那个好像叫王佐叫什么我记不准了，就是袁和王两个人，都是这个哥老会的地方首脑，然后他们建立的这个井冈山基地。然后呢，是1925年中共把袁文才给招募进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呢，是这个后边这个毛泽东奉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发动这个秋收起义，然后秋收起义失败就是原本的共产国际给的命令是四处都起义，不是光是这个，就是毛泽东只是中间一个部分，就是四处都起义，起义了以后呢，全部把部队拉到那个深圳，今天叫深圳的那个位置，就是广东惠州那一带，汕尾拉到那儿海边，那个共产国际派军舰送那个军火过来，然后呢，计划是在广州建首都，这是原本共产国际的计划。所以这个81的南昌起义，这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共产国际有一个全体的安排，但是呢，所有的起义全失败了。全失败了以后，整个的起义仍然按计划往那个方向拉，根本拉不过去。那么就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不找地方藏就全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找何长工联络袁文才，说我的部队逃你那儿去。袁文才说你别来，说我这地儿是养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说我有银子给你，我可以给你银子，你们去别地儿去。毛泽东说不行，别地儿不能去了，只能来你这儿。说我给你抢银子来，是我来你这儿。土匪做派。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落了井冈山，就去他那儿了。去他那儿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1928年，对，27、28，反正就是这个27、28，就这个时间。那个，然后呢，这个毛泽东去了以后呢，就再通知各路的这个败军，就是起义失败的，包括从南昌败下来的，所以各路就都来了这儿了。那么都是靠的这个袁和王，就是哥老会的打下来的这个井冈山基地，然后就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呢，在这个背景下呢，斯大林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斯大林的判断呢是说，这个时间应该是1927年的秋天，就是刚才讲的秋收起义应该是1927年秋天，我记得不准确了，回头查一下就好。那个这个斯大林有个判断呢，就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形势大好，
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共产党这个国民党呢，在1924年改组，是布尔什维克给他改的，就是共产国际给他改的，就是国民党改组，然后呢，同时这个苏联出钱建立了这个黄埔军校，然后呢，苏联出的教官、出的教材、出的武器、出的这个财政支持，这个为国民党建立了他的部队，就是自从有了黄埔军校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了一个经过苏联训练的部队。